我觉得它就是跟一般的铁人三项不太一样，然后它是有一个除了有一个 supporting 之外，它的距离跟爬升，然后其实是更困难，从游泳开始就更困难的。它给我不一样的感受就是，我知道我的能力不一定可以完赛，可是我的内心又很想要完成它。那比平常的铁人三项就是，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完成它，只是速度快跟慢的问题。但是这个东西它就像是一个你要非常努力，非常努力，但是你不一定可以完成它的那个感受，所以它跟其他铁人三项比起来就是特别不一样。意义的话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个成长，对，因为我已经当了3年的陪跑员了，在台湾的 FXC， 然后又有一次去挪威的 Norseman， 前3年我都是在旁边看着选手，然后经历这一切，慢慢的我就会觉得，我好像也可以试试看，就大家说扶正，对啊，所以我会想要知道这个赛事到底有多难，然后我到底可以达到怎么样的极限。它就是一个，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完成它，但是这个过程里面不能有一个环节出错，你必须要非常的全心全力的去执行这个任务。会有点像是职涯或者是人生的发展上面，你会有每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想要完成。我觉得它就是在我这个阶段性，我非常想要完成的一个比赛。在游泳上面花了蛮多心力的，针对速度的提升，然后做了很多间歇的课表。公路车、单车的部分就是骑很多山路，对，但是山路我本身就很爱啦，所以相对于在平地巡航，我更爱骑山路，所以单车本身而言，对我来讲不是太痛苦的。对啊，跑步就反正大家跑不起来，不一定跑得起来。因为第一次比完之后，我知道我自己哪里是不足的。那这1年的准备期里面，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再重整旗鼓，去调整自己的状态，然后在这上面投入了非常多的训练时间。第一次我有点像面对一个挑战，我不知道我可以完成它，我不知道可以走多远，但是我就去试试看。但第2次的话，我会希望我走的比第1次更长，然后更稳，所以第2次是稍微有一点压力。对，反正就是最适合拿来爬坡的一个碟刹的公路车，在过程中整个训练周期也都是骑这台车，它的刚性啊，就是对我来讲是最适合的。刚好这次又搭上 Dare Bike 的10周年，对，然后有一个10周年纪念涂装，所以限量的哦。我每次骑出去都觉得骑乘有风，因为限量是残酷的。对，10周年纪念涂装很棒。MAFO 就是他已经陪了我第2次参加 FXC， 然后我已经也是骑了它2年多的时间，它已经变成我就是非常习惯的一台车。那它无论是在平地跟山路上都表现得非常的优异。那这次呢，因为我也装了休息把，那我觉得休息把就是配上 MAFO 之后，它就是有平路输出的那个刚性，然后它在爬山的时候又可以展现它的轻量化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台车非常的适合要比 FST 这种比赛，有平路有山路，在一场比赛中的。训练跟生活很难达到平衡，对，就也不止我啦，其实我们有好几个选手也都会聊啊，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常常练到就是快失衡的状态，一来是工作，二来可能是身体状况，对，都会有一点点状况不是太好，对，然后都会经历过那一种快失衡的状态啦，但是到最后就会发现，你还是得把每一个阶段的事情去做排序，对，然后去做选择这样子。Work-life balance 我觉得完全不适用于 FST 这个比赛，因为你只要参加这个比赛，你一定就是 work-life not balance， 你绝对每天都会陷入在你时间不够用，但是你又是要训练，工作你也需要投入，所以这个东西它就会有点像是我为了完成这个比赛，我把 work 或是家庭的时间牺牲10到20% 上面去投入给这个比赛。所以他其实是一直都在失衡的状态下，他没有办法。我觉得 work-life balance 是这个比赛绝对没办法达到的。顺利上岸，顺利完赛。然后当然也不要说为了叫完赛，然后
就会再让伙伴然后让自己再冒一些风险。对啊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平安就好。对，然后开心，不能说开心啦，但是你要努力的去享受这一切。就是你要真心投入，真心想要，然后你非常的积极的不断的去尝试，然后你要想象得到你站到山顶的那个画面，你就可以完成它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列一个清册，我觉得太多嘞。我觉得因为练这个东西要花就是非常多的时间。那其实从工作、从家人的包容、从主管的体谅，然后跟你从这次大家来帮我，然后厂商们就是各种尽力的去帮忙，就是这真的是太多东西集合起来，集合到我现在可以站在这边，就是去做这件事情。这有太多人就是去牺牲、去奉献，然后让我无后顾之忧的站在这边比赛。当然是教练啦。对，我很感谢我的谢胜燕教练，从年初的3月的普悠玛，就为了准备这一场，拿到 FSRT 的资格，对，整个训练周期都吃他的课表。我觉得他是个很棒的教练，就是他还比选手还要关心他的身体状况、身心灵健康状况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我第一个最感谢他，然后再来就是当然很感谢我的补给团队，每个都很辛苦，都很极限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在这过程中有帮我鼓励喊话的所有人。对，所以就是蛮不容易的，但是有大家的支持，其实还是蛮幸福的。